现在亲自持钵上阵，用在野人士的身份煽风点火，迫使岸田文雄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实质性的反华。也就是说，安倍在把岸田文雄政府当枪使。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安倍以退为进，发表反华言论，就是想把日本县政府当枪使。最近呢，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发表涉华言论，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这让人很诧异他在台上的时候不是还访问中国吗？努力的促进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吗？为何下了台就原形毕露了呢？安倍担任首相的时候尽管对华不友好，但还知道夹着尾巴。但是一下台，他就现出了极端反华的右翼政客的原型。如今呢，他用在野的身份，迎合日本国内的反华势力以及美国的政治意愿，不负责任地发表各种露骨的反华言论，这等于是把现任的日本内阁架在火上烤。反华吧，极其危险；不反华就要挨骂。安倍晋三在日本呢，不是个小人物，他不是什么草根阶级而是政治世家出身。他的母系和父系在日本政界都是树大根深，所以安倍说的话，在台上的日本内阁是不能当作空气的。12月1号和12月14号，安倍2次参加台湾的线上论坛，发表视频讲话。先说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中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后又扬言大陆要统一台湾，对日本是可怕的挑战。像中国大陆这样庞大的经济体选择武统台湾，无异于自杀。他公然威胁中国，发动台海战争将付出巨大成本。我们不禁要问安倍晋三在当首相的时候为什么不敢说这些话？下台了，胆子就这么肥了呢？政客找借口辞职，多数情况下是以退为进，也有少数人是真的干不下去了。安倍在台上的时候把日本经济搞得还算可以，虽然再也没有重现上世纪70、80年代的这个经济的辉煌，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崩溃，还有所增长。安倍要是想继续干下去，在民众和议会那里还是有支持力的。所以安倍从首相府跑漏，然后又不肯退出政坛，到处发表讲话，原因大概是以退为进，避一避风头，躲一躲棘手的局面。那这个棘手的局面是什么呢？其中至少包括越来越紧迫的台湾问题。安倍的表态实际上代表了相当多日本人的立场，那就是台湾与日本有关。日本当年通过甲午战争抢走了中国的辽东和台湾，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被中国人民收复。但是解放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集团逃亡台湾，又造成了中国的分裂。由于蒋介石集团和民进党的势力与日本都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所以相当多的日本人又对台湾有了很狂妄的幻想了。特别是美国站台力挺台独，干预台海，而且有意让日本打头阵，这就让那些日本军国分子的余孽就更加的蠢蠢欲动。民间或者在野党的想法是一回事，当家人所能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回事。安倍晋三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能够看到足够的顶层情报，也能够得到全面的战略咨询。他对于日本实质性的干涉台湾问题的后果是一清二楚的。如果说美国干涉台湾问题会引发一场美国讨不到好处、占不到便宜的高强度局部战争，那么日本干涉台湾问题的后果就可能是一场日本举国倾覆的灭国之战。那在地球上消失的肯定是日本，而不是中国。但是如果日本在台湾问题乃至整个对华关系问题上不做表态，不跟上美国的步调，那么安倍不仅当不成首相，搞不好还要被东京地检署请去喝茶。思前虑后安倍这个精明的政客做出了以退为进的选择。安倍晋三的内心是极端反华。日本媒体披露他下台之后曾经多次秘密建议美国政府制定强硬反华政策，一定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阻止中国的统一。
当他看到岸田文雄在反对中国的问题上调子不高、步子不大的时候，就鼓捣着防卫大臣和防卫的副大臣，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是出言不逊。现在亲自赤膊上阵，用在野人士的身份煽风点火，迫使岸田文雄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实质性的反华。也就是说，安倍在把岸田文雄政府当枪使。如果反华得逞，安倍就可以下山摘桃子；如果遭到中国的严厉的惩罚，安倍就可以跳出来收拾残局。这就是安倍晋三的小九九。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